父亲离世以后，她成了抗战老兵们的女儿。她说她在尽孝，也是在替自己的过往赎罪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大刀100起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。他叫周德荣，一个80岁还坚持在一线照顾老兵的志愿者。我和他认识是在2009年，我带着久未滞留缅甸的远征军老兵从腾冲入境回到老家探亲。就在探亲结束后，准备经昆明返回缅甸时，60多岁的周德荣拎着大包小包到了机场。他给在场的每个老兵300块红包，1人1盒云南茶叶，还带来了他父亲生前的遗物送给老兵。他的情真意切让我有些眼热，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兵都是他父亲送出去的。而他痛恨了父亲半生，直到父亲离世才终于意识到他是英雄。故事的一切要从1955年说起。那一年周德荣10岁，父亲杨公柱被街道民警从家中带走，送进了劳改农场。一个失去男主人的家变得异常艰难。周德荣的2个弟弟被送回四川老家的奶奶那里，他和3个妹妹跟着母亲周建民留在昆明。为了生计，周建民去找了一份搓麻绳的活，1公斤麻绳需要1周才能搓好纺出，工钱7毛钱，一双手搓得满是伤痕。1956年春节刚过，3个妹妹先后染上了肺炎，没钱医治，1个月内相继死去。周建民崩溃了，总嚷嚷着要去跳大关河、跳翠湖寻死。看着母亲的样子，周德荣心痛得要命。1957年，周建民病重，家中生活困难，周德荣开始变卖家当维持生活和给母亲治病。周建民说他要给北京写信，这时周德荣才知道他的外公叫周震汉，是南昌起义收收起义领导者之一。1928年6月，因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，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追认的烈士之一。因为家里受监管，这些信件都没有被寄出，他只能被迫辍学，白天去工地砸石子，晚上帮母亲搓麻绳。无论他怎么努力，他永远被人另眼相看。周德荣将这一切的痛苦与磨难都算在了父亲头上。他恨父亲，他选择与父亲一刀两断，把原名杨德荣改成了周德荣，跟外公姓。再后来，他遇到了一名解放军，周德荣毫不犹豫地嫁给了他，带上母亲跟着丈夫远走河南。她要逃离父亲的阴影，追寻自己的幸福生活。1955年到1975年，父亲杨公柱被关了20年。周德荣和母亲只去昆明东郊大板桥劳改农场看过他1次，此后再也没有联系。1975年，杨公柱被特赦，有人到周德荣河南家中通知他去办理接收手续。周德荣态度坚硬，拒绝接受。当初是谁关的？你们找谁去？他跟我们没有关系。随后又给四川的2个兄弟写信，不准接受父亲。20年了，他的心里满满的全是怨恨。如果不是父亲，他的人生，母亲的人生怎么会过成这样？父亲出狱以后去了哪里？周德荣不知道。直到8年后，他带着母亲和家人去四川看望弟弟。快要到家的时候，他远远就看见一个老人站在路口，那是他的父亲杨公柱。周建民看了丈夫很久，才说了第一句话：向荣，你怎么这么老了？28年的分离，就像一个黑洞，吞噬了所有的情感与期待。周德荣心头冒火，瞪着父亲，没想到父亲却对他弯下了腰，深深鞠了一躬，说出了那句令周德荣心痛了一生的话：周同志，谢谢你。周德荣呆住了，旁边的母亲劝慰他：你不要恨你父亲，他是个英雄。这些话父亲刚入狱时，母亲也曾跟他说过。父母团聚了，周德荣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，决定从河南搬回昆明。走出火车站时，他意外地看到了父亲来接站。81岁的父亲已经满头白发，周德荣眼眶一热，终于喊出了一声爸爸。父亲是扎扎实实来为女儿挡前站的，他早早为女儿一家4口安排好了旅社，他和妻子则租了房子准备常住。周德荣42岁这年，父亲真正回到了他的生活中。在昆明，杨公柱常和战友们来往，
一旦听说哪个老兵生活困难，他就会想办法去帮助他们。周德荣不放心年迈的父亲，经常跟着他去看望老兵。一来二去，周德荣一点点拼凑出了父亲真实的模样。老兵万云鹏是当年日军悬赏5根金条买人头的英雄，后来还受邀去北京参加阅兵。他告诉周德荣，你父亲是个博学受人尊敬的人。还有一次，杨公柱住院，来了一个不认识的老兵探望，一进门就跪到了地上，哭着说来看老长官。杨公柱仔细看了看眼前这人，认出了他当年在警卫班干过1个星期。老兵一下自己哭了起来，他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自己还能被长官记住。老兵说，他想起杨公柱证明他曾参加过抗战。杨公柱不顾身体不适，亲手写下证明材料并签字。老兵千恩万谢地走了。不到3个月，这个老兵就去世了。和老兵打交道的时间多了，周德荣慢慢了解，大部分老兵都和他父亲一样，因为时代的原因，经历过种种磨难，由此导致夫妻矛盾，子女怨恨。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，杨公柱荣获抗战将领纪念章，历史终于还他清白。杨公柱很开心，甚至带着这枚纪念章去坐公交车。在昆明电视台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晚会上，99岁的杨公柱拒绝搀扶，独自健步上台，唱响当年抗战时的一首歌《中国不会亡》，远征军健儿浴血拼杀上战场。直到这时，周德荣才明白父亲是英雄，母亲没有骗他。2006年4月16日，杨公柱在睡梦中安详离世，享年100岁。葬礼上，黄埔军校同学会负责人致悼词，细述杨公柱一生的战功与履历。杨公柱是黄埔时期炮兵科毕业，抗战初期先后参加陇南会战、台儿庄、武汉、长沙会战，后调往昆明乌家坝机场担任大队长，保障飞虎队物资运输。滇西反攻前，在黑林铺主持征召青年远征军，分批护送新兵至印度兰姆加受训。招募工作完成后，任第11集团军第71军炮兵团中校副团长、上校团长，参加滇西反攻及松山战役，战后升任独立炮团少将团长。1947年，不想再打仗的他，在南京递交了退役申请。回到昆明后，发现特务一直在监视他，因为不想连累家人，选择一个人离开。直到1952年，才回到妻子与孩子的身边。许多事迹，周德荣都是第一次听到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真正了解父亲的时光实在太短太短。遗体火化后，弟弟在骨灰里找到了2块金属弹片。周德荣泪流满面，他想起父亲生前说过，腰里留着战争年代的弹片，原来都是真的。他一辈子受了战争的伤，又受了时代的伤，更受了女儿的伤，该有多疼。周德荣特意去法院查找父亲当年的判决书。父亲当年的罪名被定为造谣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，但实际他在监狱里整整度过了20年，因为特赦才恢复自由。父亲去世以后，对父亲愧疚与遗憾已经无法弥补，他决定照顾那些和父亲有相同遭遇的抗战老兵。他觉得关爱老兵就像在孝敬父亲，就是在尽孝。20多年来，他带着近100名志愿者奔走在云南各地，为老兵申请补助，解决生活困难，送他们最后一程。从怨恨到理解，从疏离到传承，父女俩跨越了半生的时光，终于在同一条路上相逢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姨。你看了，你要将来回